我操！注意看，嚣张的黑人选手竟然一拳放倒华人大叔。这个黑人正是美国的职业拳击手查尔斯·本内特，人送外号疯马，只因他的行事风格实在太令人瞠目结舌。他因为抢劫还有猥亵罪，就前前后后入狱高达29次，甚至赢下一场比赛之后，竟然像喝了2两假酒一样，疯疯癫癫的在擂台上上蹿下跳，长得像一个大黑耗子不说，这样子也像是发了疯的大黑耗子一样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对着颁奖美女动手动脚，现场裁判上前制止，结果他竟然对着裁判殴打了一番。但因为他是在贫民窟里打架生存的原因，让他的实力非常强，擂台不仅脏手段，甚至还经常使用毁灭性的打法，打残的对手也是不计其数，根本不配被称为一个职业拳手。而他竟然带着这样嚣张的姿态来到了中国，他对着中国选手破口大骂，扬言自己打中国人轻轻松松，他真以为在中国的地盘上能任他撒野啊？中国牛魔王吕正宏出山，他曾经将美国选手打破头满是鲜血，相信这个美国大老黑就是下一个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吕正宏都走到擂台中央了，但这疯马还是站在原地不动弹，这是来找打的吧？而且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这么一名选手。这查尔斯·本内特是个左士，大家更愿意叫他的这个外号疯马。疯马，他这个疯马Prince Hall， 对，谢帅。刚刚我们讲的，像吕正宏啊，年轻小将，一定要在面对这种比较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的时候，要稳住。完了一个侧踹啊！以比之道还是比美国人用侧踹还真是少见。现在吕正宏在擂台上也表现得比较谨慎，不断的侧踹腿，不让对手近身，疯马也不敢轻易的近身。对于疯马赛前疯癫的行为，相信大家赛前也都看到了。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武德、疯疯癫癫的选手，吕正宏肯定是想将他狠狠的击败。首回合双方还是在试探的阶段，疯马的进攻节奏比较慢，吕正宏可以趁此机会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吕正宏号称牛魔王，就是因为他下手非常凶猛，曾经还将一个美国冠军打得头破血流。这个侧踹确实是号称亚洲第一快腿啊！对，我曾经问过你这侧踹腿这个秘诀是什么？没有秘诀，踢两个地方，要么踢头，要么踢膝盖，别的地方不踢，因为中段很容易被人接住。对，刚才那个踢膝啊，吕正宏反应很快啊，好，漂亮。疯马不要太闹啊，要好好打比赛。这个在比赛，所以要小心中国的小将。双方在地面上纠缠很长时间，吕正宏还是死死的压制对手，一点都不给他起身的机会。不过吕正宏在压制的过程中也一定要小心谨慎，毕竟对手的实力很强，不仅经常下黑手，而且他的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。双方年龄相差了整整13岁，黑人选手也在不断的挣扎，他想起身回到站立，不过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吕正宏不可能让他如愿，他都有这种躲闪和阻挡的艺术，经验，利用这个身体的空档去做的这移动，这些经验。现在疯马慢慢的往龙边靠啊，所以翻掌出来啊，漂亮，你看这就是经验。现在迅速的是完全把位置给转换过来了。一肘。刚刚疯马这个撤到两边这一转身啊，非常漂亮，借助这个笼子的这种力量啊，非常漂亮，很有经验。吕正宏在站立上打得依旧积极主动，老黑也躲闪非常灵活。这一脚要是结结实实命中的话，那老黑的局势就危险了。对手的比赛经验太丰富了，面对吕正宏的打击，美国选手大多都能很轻易的躲过。这种老油条确实非常难对付。不过吕正宏是抱着 KO 对手的想法来的，他赛前做了大量的备战，现在在擂台上也能占据一定的优势。双方现在都是大开大合的动作。转身边拳，哎呦，这两人今天这个赛程大动作是对的。这疯马的这反应，手不拿起来就直接用身体的躲闪、摇闪来躲这东西。这一回合的比赛只有10几秒了。最后的10秒钟。最后那个内在够结实。对。在首回合中场休息的时间，老黑的手指被打断了，没有办法继续作战，比赛就这样结束了。吕正宏的打击确实非常精彩，TKO 疯马获胜。
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，看一下，啊，这是刚刚那拳打到风马的眼睛啊，打到了左眼。哦，这边前没有打实，对，没有攻坚。对，我们看啊，吕振峰做这个地面拳击的。医生终止了本场比赛，比赛结果后方胜。这场比赛过后，风马还没有被打老实，在面对中国选手巴拉金的时候，他依旧表现得非常猖狂。赛前还是对着镜头，对着中国选手大声辱骂。在比赛开始之后，铃声都已经敲响了，但这个嚣张的风马跟个大爷一样站在那里纹丝不动。巴拉金也非常无奈，他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狂妄之人。巴拉金不管对手如何嚣张狂妄，他清楚的知道自己这场比赛的目的就是将对手狠狠击败，于是上来就实施抱摔。对，这不是 MMA。这个风马确实是个性太强了一点啊。啊，对，蹬啊，哦，还是有经验，还是有经验。简单的1、2个小动作就能转过来。哦，肘击。现在这个风马也不着急啊。对，你看这个风马确实是，风马真是一点都没长记性。他上场比赛面对中国选手时就非常的嚣张狂妄，结果被吕振宏按在地上暴揍，结果这一战依旧死性不改，下场还是被按在了地面上。而巴拉金是练习摔跤出身的，他一定不会轻易让对手起身，在实施压制的过程中还有不断击打的动作。风马也尽全力控制巴拉金的上半身，但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。看的比赛，对，每次都是戴着一耳机，听着音乐，摇头晃脑的，慢悠悠的，哎，对，还玩自拍，还穿好几条裤子。对，他是有意的把这个时间故意拉长。对，吸引眼球。对，看现在巴拉金在上位一直很长时间，其实现在来说，这个风马还没有做一些实际的进攻动作啊，威胁性的进攻动作。对，两个人站起来。两人年龄相差了12岁。现在巴拉金将对手按在围拢边，场面陷入到了僵持。这个风马现在也非常无奈，他一点优势都没有，只能被动的挨打。巴拉金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将他给按在地面上。在地面上，巴拉金占据着绝对的优势，而风马也很清楚自己在地面上不占优势，所以就僵持在这里，不想被对手让巴拉金将他按在地面上。不过最终他还是被强势按在地面。其实控制的很好，对，表现，你看看他面部表情啊。确实是很有经验啊。另外，巴拉金啊，能不能在这种时候，充分的把这个时机把握？对，趁他放松的时候，没有太多急动作啊，特别像直到直柔术比赛，对，在控制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是他对，不让你去做这个打击。对，你看现在到这样的动作，风马他就发力了。对，第二回很快开始了，巴拉金上来就是抱摔，目的非常明确，而风马也是早有防备，现在用尽全力抵抗巴拉金的抱摔。毕竟他上回合在地面上没有一点的优势，双方现在的战况还是很激烈的。不过风马不是巴拉金的对手，上回合也能看出来他的力量没有巴拉金强悍。你看这个动作，他很放松啊，对，他不发力。好，巴拉金啊，到了起风的位置，好，骑上去。哎，这个位置风马给太轻松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，哎，巴拉金有让我讲。这个手搭住了吗？应该手有伸，但是这个位置做不到标识，应该来了，这输了，太拖大了。最终巴拉金强势终结风马，打得风马彻底老实了。大家觉得巴拉金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那手最后是软下来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拍。哦，对，软掉了，已经有短暂的确实是玩大了今天这比赛。对，我们看